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健康大实话。在退休之前，我在一家大型安养机构担任副院长，同时也做了一辈子的临床医师。我的前半生在治愈人们身体的病痛，后半生则更多的是在观察和抚慰人们心灵的创伤。在安养院的这30几年里，我送别了无数的长辈，也看尽了这世间的人情冷暖。人生就像一场盛大的舞会，那个教会你跳第一支舞的人，未必能陪你跳到曲终人散。张爱玲曾说过类似的感叹，而在我的职业生涯中，这是一个每天都在发生的现实。俗话说，少年夫妻老来伴，这是一种莫大的福分，但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能白头偕老。在台湾，随着我们步入高龄化社会，另一半因为癌症、心血管疾病或是意外先走一步，留下的那个人该如何度过漫漫余生？这是一个非常沉重却又必须面对的课题。老伴走了，家变得空荡荡，那种安静有时候是会吃人的，仿佛人生的支撑点瞬间崩塌。无论你有多悲伤，时间不会为你停留。我在诊间常对家属说，丧偶之痛是人生压力指数最高的事件之一，留下来的人不仅要承受巨大的思念，更要面临现实生活的重组。我身边有太多的例子，很多长辈在老伴离世后，因为耐不住寂寞，或是因为对未来的恐慌，做出了错误的选择，结果导致晚年生活不仅没有得到预期的安稳，反而陷入了更深的泥沼。今天我想以一个过来人，也是一个看过几千个晚年案例的专业人士身份，诚恳地告诉各位中老年朋友，如果你的老伴不幸先走一步，为了你的晚年尊严，请你一定要拒绝这2件事。这不仅是经验之谈，更是无数人用眼泪和悔恨换来的教训。听懂了，真的比中了1000万乐透还要值。在开始深入探讨之前，如果你也认同健康和尊严是晚年最大的财富，不妨在评论区打出666，让我们一起为彼此的晚年幸福集气，也象征着我们要在人生的下半场依然一路顺遂。我们要拒绝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拒绝在丧偶后盲目的找个人搭伙过日子，或者草率再婚。很多人会说，张医师，你这是不是太绝对了？找个伴不是很好吗？请听我慢慢道来。到了我们这个年纪，婚姻早已褪去了年轻时的激情，更多的是现实的考量。对于很多单身的中老年男性来说，他们寻找配偶的动机往往比女性要现实得多。我有一位住在新北市板桥的老病人，大家叫她梅阿姨。梅阿姨今年62岁，原本是公家机关退休，生活安稳。在她50岁那年，原本身体硬朗的先生突发心肌梗塞，送医抢救无效，甚至没来得及留下一句遗言就走了。梅阿姨只有一个独生女，早就在台北成家立业，工作非常忙碌，并没有时间，也不需要梅阿姨帮忙带小孩。所以梅阿姨经历了一段非常漫长的孤独时光。刚开始那几年，梅阿姨非常依赖死去丈夫的回忆，以前家里的大事小情都是先生做主，甚至连换个灯泡、修个水龙头她都不会。先生走后的前3年，她过得浑浑噩噩。后来身边的姐妹淘、老同事开始劝她，梅玲你才50几岁，身体还这么好，还是再找个老伴一起生活吧，不然时间长了，女儿有自己的家庭，你一个人的日子会越过越凄凉。当时梅阿姨觉得自己有板桥的一间3房公寓，有终身俸，还有一笔不小的存款，女儿也很孝顺，每年母亲节、过年都会给大红包。她觉得自己的生活质量并不需要通过再婚来提升。但在54岁那年，她在社区公园跟人学太极拳的时候，遇到了一位赵先生。赵先生比她大8岁，是一位退休的企业主管，谈吐斯文儒雅，住在附近的高级社区，儿子也已经结婚了。2人起初只是在公园聊聊天，赵先生博学多闻，让梅阿姨有一种久违的被呵护感。梅阿姨当时觉得，如果能做个老年知己，彼此在这个城市里有个照应就好，不必非要住在一起。
然而赵先生却表现得非常传统和执着。他说，如果是真爱，就一定要给名分，一定要以婚姻的方式来证明。他死活要和梅阿姨领证结婚。在赵先生的儿子和梅阿姨女儿的见证下，他们去做了婚前财产公证，然后去户政事务所领证再婚了。最初的日子确实像梅阿姨想象的那样美好，两人经常搭捷运去淡水看夕阳，去阳明山赏花，一起去市场买菜，回家再一起做饭。梅阿姨觉得老天爷待她不薄，让她在晚年还能遇到真爱，但是这种美好只维持了不到1年。1年后，赵先生儿子的孩子出生了。因为赵先生的儿媳妇娘家在南部，没法上来帮忙，而请保姆在台北费用又高且不放心，他们就希望梅阿姨能够去帮忙带孙子。赵先生提出的要求是，最好能把孩子带到上幼儿园，这样家里能省下一大笔开销。梅阿姨虽然善良，但她心里很清楚界限。她跟赵先生说，老赵，我已经退休了，我想享受几年清闲的日子，我可以出一部分钱，让你儿子去请个专业的保姆或者送托婴中心，但我不想亲自去带孩子。再说，我不是亲奶奶，隔代教养观念不同，很多事情容易产生矛盾，对将来的相处不好。梅阿姨的话合情合理，但没想到这位平时看起来儒雅绅士的赵先生瞬间变了脸。他非常生气，认为梅阿姨自私。从那天开始，赵先生就不再给梅阿姨生活费，家里的买菜钱、水电费都要梅阿姨自己掏腰包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时不时地找茬吵架，嫌菜咸了，地脏了。以前赵先生从不避讳在他面前接电话，后来却变得神神秘秘，手机不离身，甚至提出了分房睡。这种冷暴力持续了几个月，直到有一天，赵先生下楼倒垃圾，手机忘在茶几上响了。梅阿姨好心帮他接听，才发现电话那头是一个声音很嗲的女人。后来经过质问才知道，赵先生早就跟他儿子家45岁的帮忙打扫的阿姨有了感情。当梅阿姨拿着手机质问赵先生时，赵先生一把抢过去，撕破了脸皮，冷冷地说，我已经喜欢上一个更年轻、更懂事的女人了，我们离婚吧，反正我们有婚前公证，财产各归各的，谁也不欠谁。梅阿姨震惊地问，为什么？就因为我不愿意去帮你儿子带孩子吗？赵先生的回答赤裸裸地揭示了部分人性。他说，你既然跟我再婚了，就是我家的媳妇，就该做好婆婆该做的事情，帮忙带孩子，做家务是天经地义。可你只知道自己享受生活，不管我儿子家的困难，那我娶你回来摆着好看的吗？这段婚姻没有纠缠，也没有算计，因为赵先生算盘打得很精，离婚离得很痛快。梅阿姨后来在我的咨询室里流着泪说，张医师，有人说知人知面不知心，看着斯文儒雅的男人，骨子里也是大男子主义。他们认为女人就该做出牺牲，为家庭奉献一切。如果达不到他们的需求，或者利用价值没了，他们就会毫不留情地去寻找下一个能够顺从他们的女人。但故事还没有结束，经历了这次丧偶又离婚的打击，梅阿姨原本不想再找了。可是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有时候很奇妙，或者说寂寞有时候会让人失去判断力。58岁那年，梅阿姨去花东旅游散心，遇到了住在同一个社区的李先生。李先生比他大3岁，也是丧偶，只有一个女儿，嫁到了新竹。他们在旅途中互相照顾，回来后因为住得近，经常相互走动。李先生不会做饭，梅阿姨发个微信，他就过来吃饭。吃完饭，梅阿姨还会帮他收拾一下屋子。晚上两人相约去公园散步，然后各回各家。这种模式相处了半年，李先生提议，我们这样跑来跑去也挺麻烦，不如搭伙在一起过日子吧。梅阿姨这次学乖了，问他为什么不领证。李先生说，领证多麻烦，还要公证财产，还要被各自的家庭约束，不如搭伙。相处好就长久在一起，相处不好就好聚好散，各自安好。梅阿姨心想，不领证也好，省得像上次那样离婚还要跑手续，于是就同意了。李先生搬进了梅阿姨宽敞的3房公寓，可是搭伙了1年后，李先生突然直接搬走了。
理由很伤人，他说自己有了新女朋友，而且对方比他小10岁。那种老牛吃嫩草的自豪感，透过 LINE 的讯息都能感觉得到。梅阿姨觉得天都要塌了，她问我为什么我总是遇到渣男，是因为我自己不够好吗？跟老赵领证，我出钱出力，还要照顾他的情绪。跟老李搭伙，生活费是我出，家务是我做，还要照顾他的高血压、糖尿病，4季衣服都给他准备好，为什么他还是会跟比他小那么多的女人跑了？我对梅阿姨，也对在座的各位说，这其实不是你不够好，而是你要看清这个年龄段部分男性的心理真相。很多单身的老年男性，他们寻找伴侣，潜意识里是在找一个免费的高级保姆加生活助理。他们希望这个女人身体健康，有经济基础，性格温顺，能照顾他们的起居。一旦你不能满足他们的这些需求，或者他们遇到了更年轻、更能满足他们虚荣心的对象，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离开。现在的社会，单身女性其实只有自己才能成全自己。你想想，除了原配老伴，那是几十年的风雨同舟，有着深厚的感情基础和共同的儿女纽带。半路夫妻，或者是搭伙过日子，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本账。如果你去搭伙，往往意味着你要放弃自己的舒适圈，去适应对方的习惯，去照顾对方的身体，甚至要去通过对方子女的考核。所以我给出的第一个建议是，如果你有住房、有退休金，身体还算健康，千万不要轻易去搭伙再婚。特别是女性朋友，男人到了这个岁数，内心其实很实际，独自过好自己的生活，多享受生活的美好，去上社区大学，去学画画，去旅游，少去梦想生活里一定要有个男人才完整。没有了男人的牵绊，你会发现你的余生可以过得非常精彩和自由。接下来我们要拒绝的第二件事是拒绝和子女长期生活在一起。我知道这点说出来，很多传统的长辈可能心里会咯噔一下。我们的传统观念是养儿防老，含饴弄孙也是人生乐事。但是时代的变迁早已改变了家庭的结构和相处的模式，终其一生我们要学会自立自强，这一点在晚年尤为重要。人生之痛莫过于所爱之人离开了这个世界。作为子女，当父母其中任何一个人离开，他们当然也会非常悲伤，同时出于孝心，他们会想用更多的温柔去善待还活着的另一位至亲。很多子女在父亲或母亲过世后，会立刻提出，爸妈，你一个人住老家太孤单了，搬来城里跟我们一起住吧，我们好照顾你。这是一份沉甸甸的孝心，但也往往是矛盾的开始。我有一位老病人沈阿姨，她的老伴在半年前去世了。最初她一个人住在桃园的老透天厝里，2个儿子都在台北工作。儿子们不放心，怕母亲一个人在家胡思乱想，也怕万一有点突发状况没人知道，就跟沈阿姨商量，让她去台北轮流住。沈阿姨本来是不太愿意离开老家的，毕竟那里有她的邻居和生活圈。但面对儿子的担心，她心软了，没再坚持，收拾了行李跟着去了台北。大儿子在内湖，虽然房子不大，但为了母亲还是腾出了一个房间。最初的日子，沈阿姨觉得还行，大儿子给她买好吃的好用的，周末还会带她出去吃饭。但渐渐的问题出现了，沈阿姨发现大儿媳似乎不太欢迎她。现在的年轻人都讲究隐私和空间，家里突然多了一位长辈，生活习惯完全不同，难免会有摩擦。大儿媳工作很忙，回家希望能放松，但沈阿姨是闲不住的人，看到家里乱就想收拾，看到他们叫外卖就想念叨几句不健康。慢慢的，大儿媳开始找借口加班，或者回到家就躲进房间。有时候沈阿姨好心把饭做好了，还要看他们的脸色。更糟糕的是，沈阿姨只要一喊大儿子买点什么东西，大儿媳就会找借口跟大儿子吵架，还会当着沈阿姨的面说些含沙射影的话。沈阿姨是个敏感的人，为了不让儿子为难，她主动找到在新店的小儿子，说想去他那里住一段时间。她心想，小儿子从小性格温和，
应该会好相处一些。可现实再次给了他一记耳光，小儿子家并没有成为他的避风港，反而让他感到更深的孤独。虽然小儿媳不会当面说什么难听的话，但她采取的是无视政策。她把沈阿姨当空气，家里仿佛没有这个人。背着沈阿姨的时候，小儿媳又会跟小儿子闹，让小儿子把妈送回去。话里话外的意思是，妈有事怎么总找我们？看病找你，买药找你，连买个衣服也找你。明明大哥比较有钱，为什么不找大哥？其实在沈阿姨心里，只是觉得小儿子比较好说话，对父母也比较有责任心，并不是偏心。但在儿媳妇眼里，这就成了负担不均。有一次，沈阿姨在公园散步，无意中听到小儿媳跟邻居抱怨，老太太真麻烦，一来就住半个月，搞得我们夫妻生活都没有了，还总是偏心老二。那一刻，沈阿姨的心彻底凉了。她在小儿子家住了半个月，导致了小儿子两口子大吵了一架，甚至吓哭了孙子。为此，儿媳妇更不待见她了。虽然沈阿姨也很想有亲人在身边陪伴，但她明白了一个道理，为了彼此好，必须保持距离。沈阿姨最后做了一个决定，她回到了桃园的老家，回到熟悉的环境。她在院子里种了一点菜，养了几只鸡，还和周围的邻居姐妹一起置办了音响，每天晚上去跳广场舞。后来她回来复诊时跟我说，张医师，其实仔细想想，一个人住也挺好的，我还年轻，身体还能动，没到动不了的地步。在自己家，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想几点吃饭就几点吃饭，不用看儿媳妇的脸色，也不用担心打扰年轻人的生活，日子过得比在儿子家舒服多了。最重要的是，虽然住得远了，但他学会了用智慧手机，每天跟儿子孙子视频聊天，距离产生了美，儿子们反而更关心他了，偶尔周末回来看看他，一家人客客气气，和和睦睦。各位长辈，沈阿姨的故事告诉我们，老伴去世以后，不要随意搬到儿女家去长住，即便是亲生的儿女，两代人之间也有不同的生活方式。年轻人压力大，工作节奏快，他们需要自己的空间来喘息。而我们老年人作息规律，喜欢安静或者特定的社交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，住在一起时间长了，一定会产生矛盾与磨合。所谓的天伦之乐，有时候是建立在短暂相聚的基础上的。如果天天在一个屋檐下柴米油盐的琐碎，会磨灭掉所有的耐心。人终其一生，要学会自立自强，学会自己面对生活中的困难。罗丹说过，为了在生活中努力发挥自己的作用，热爱人生吧。老伴去世以后，如果感觉到很伤心、很难过，当然可以和儿女们短暂的住在一起，互相疗伤，互相温暖。但这只是一个过渡期，不能把它当成常态。你要明白，人的体面都是自己给的。不要随意找个人搭伙过日子，去将就一段充满算计的黄昏恋。同时也不要随意搬到儿女家去住，过分依赖儿女，让自己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。在这里，我想以医生的身份给大家几个具体的建议，如何规划一个人的精彩晚年。首先，建立自己的朋友圈。老伴走了，但朋友还在，多参加社区的活动，去公园打拳，去教会，去志工队。朋友之间的陪伴有时候比子女更轻松，更没负担。其次，培养一两个爱好，不管是种花、养鱼、书法，还是像沈阿姨那样跳广场舞，专注于爱好，能让你忘记孤独，找到心灵的寄托。再来，也是最重要的，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定期体检，按时吃药，保持适度的运动。身体好了，你就有底气，不需要依赖任何人。你有健康的身体，有退休金，有自己的房子，你就是自己人生的国王或女王。保持自我独立，用心规划自己的晚年，用热爱的姿态去拥抱生活。你会发现，虽然老伴先走一步，但你的日子依然可以过得热气腾腾。余生不长，怎么开心就怎么过，好好善待自己，让自己活得精彩而又自在。这不仅是对自己的负责，也是对在天之灵的老伴最好的告慰。
更是给子女减轻负担的最好方式。我想请问屏幕前的你，是否也有同样的感触，或者你身边有类似的故事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，或者简单回复一句“我会善待自己”，让我们一起共勉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您有帮助，请不要吝啬您的按赞，并把这个影片分享给您身边需要的朋友。我是张宏志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晚年幸福。